小白，我今晚可以留下来吗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，你等会儿。昨天晚上走得很急啊，钱包都忘了。我昨天学校临时有事情，就着急赶回去了。哦。谢了，我还以为丢了呢。你最近？我的妈！你最近有没有看见过小熊啊？自从上次我跟他约会，他就开始躲着我。反倒是我太主动了，把他吓到了。哎，你是她闺蜜啊，帮我分析一下。我最近也没怎么见他，他可能忙着训练吧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已经心有所属了。我知道啊，但这影响我喜欢他吗？不影响，不影响。还是得再主动一点。谁呀？教练找你啊？白宇泽说要约我出去外拍。外拍？他想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太尴尬了。我都跟他说过非常多次我喜欢严科了，这是我拒绝的不够明显吗？这事我帮你搞定，以后你离这个白宇泽远一点，专心你们家严科就行了。哎呦，你以前不是不怎么待见严科吗？转性了？我那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儿，这么看来你们家严科算优秀的。你明天要跟他去听音乐会吗？啊，你说到这个我就头疼。你说那些音乐家的名字怎么就不能好好起了？起那么鬼死老长，你根本记不住嘛。还有那些音乐曲目，全都是数字，一个两个我全记串了。但我还是得好好复习一下。哎呦，你考4级要是有这么认真就好了，早过了。4级又不是严苛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什么女人？音乐会能给严科灵感吗？哎，不管了，就这么来吧。哎呦，比利时皇家爱乐乐团，严科喜欢的那个好像也是比利时，叫什么来着？比利。叫比利时。这是个什么？哎，明天的亚洲曲好像也是这个人写的哦。哎，不管了，先背上它2段儿。小熊。小熊，待会门口见。小小友，什么情况？对啊，没。
情况？还能有什么情况？雄一反单恋人的情况嘞？就是这对，藏得够深的呀，小熊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严科，今天音乐会的压轴曲目好像是比利时的作曲家兼哲学家写的，叫比利·海灵顿。谁？这位比利·海灵顿啊，他是一个伟大的作曲家，与他所代表的哲学系列呢是解构主义的里程碑，他是音乐领域里永远的一个王。这种新型文化对人性作品的解构呢，又充分地体现出了一个当代的人对多元文化的一种包容性。你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吗？我知道啊，人性和美嘛。答应我，以后别再去查相关资料了，啊？原来音乐厅长这样。哎，那你以后也会在音乐厅演奏吗？也许吧。那等你到时候在这边演奏的时候，我在第一排给你加油啊！开始了，开始了！我要竖起耳朵，好好享受一下。好听吗？好好听，好好听。我怎么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？我好像还没有听到压轴曲目。只是没有听到压轴曲啊。你好像从第一首就开始睡了吧？啊？第一首那么长的吗？那是不是表演不够精彩？肯定不是，肯定不是，应该是我平时训练太累了，然后我平时不会那么快睡着的。哦，可能是这个样子吧。要不我们去下一场活动活动筋骨？好，你跟我来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小熊他临时有事情，又是人生大事。反正他也不懂拍照，我拿着你的工资，当然义不容辞。走吧。行，走吧。哎，我来，包也给我吧。你拿太多东西了。哎，没事儿。哎，不是。一会儿再去吧。为什么要来拍这条小吃街？因为这周之后，这条老街就要被拆了。如果我们不拍，就不会有人记得它了。你怎么突然会接这种项目？跟你平时的风格有些不符啊。当然是因为钱多了。原来这小吃街还挺热闹的。以前还要更热闹一些。哎，你看那个茶庄，它以前是一家湖南米粉店，原来旁边是一家卖臭豆腐的，但是两家店彼此一直看不顺眼。后来奶茶店突然爆火，臭豆腐就挤走了。那边还有一些流动的摊位，都不知道去哪儿。你经常来这儿吗？谈不上吧，偶尔拍完照，来这吃点东西。看不出来，你还挺接地气的。
哎，那你看出来什么了？嘿。哎，算了吧，那就是他们的生活，你的帮忙根本无济于事。没良心！小时候老师没有教你啊，助人为乐是举手之劳的事情。那都是骗你们这些乖孩子玩的。你想，你的举手之劳是帮他把东西搬起来了，可是你又能帮他换一份工作吗？就像这条老街一样，我们只能看着它消失，然后拍拍照，还能怎么样呢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，你和我都是一样的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果然就是个游戏人间、不懂疾苦的伪君子。好像走音了。张大人不可能走音，走音别瞎说。哼，反正啊，张大人常年走音，要不住的吉他手拼命往回拉，回不上唱不进。再说一遍，关键是吉他手搞不了调，而且你们总是老是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好奇怪的地方。哦，那个地方是丁丁推荐给我的，我没去过，所以不知道有这么疯狂。啊。那下一站去哪里？下一站，你家。卖草莓嘞，又香又甜的草莓。大爷，哎，小叔，买草莓吧？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8块。8块。这是自家生长，没有一点农药。哎，大爷，您在这摆摊，是不是卖不出去啊？嗨，小吃街那边，他要收摊位费的，我赚这点钱，哎，还不够交租金呢。大爷，您这草莓啊，都要。啥？我都要了。那谢谢你了，小哥。没事没事。好嘞，收一下。来。这人怎么一会儿一个样？怎么了？瞧把你冻的，生病了可不算功上啊。准备好了吗 ？Round 1, ready. 你在哪？我在前面，你进去了。换一下。你不，给你们。快！先救我。我不救你。弓手是我的。是吗？
香味吗？嗯，嗯。万圣季。哎，严哥，知道你在呢啊！哎，坐，有个好事告诉你啊！老师，我想严哥，我给音乐学院争取到了重新参加比赛的机会，你们好好练就行。老师，不要有压力，加油啊！迟早把枕头换掉。哦，这是严科家。严科，家人。哦，严科。严苛的味道，好香！哦，小熊熊，啊，好羡慕你哦，每天都可以看着严苛睡觉。你真好，怎么那么好啊？嗯？车上有早饭，记得吃。我有事先回学校了。好用心。拍一下。超好吃。陈一芳，哎，教练，你抓紧时间准备一下，1周后去参加大学生运动会。啊，那不是大二才可以参加吗？大二运动员受伤了，你也是临时替换上去的。可我现在的成绩会有点勉强吧，参加比赛。特殊时期，你必须挑起大梁。这次比赛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契机，啊，突破一下自己的瓶颈，为校争光。好，教练，等我一下，来，你可躲不过啊！记得训练。参加古典乐比赛，我们的资格不是被取消了吗？唐辅导员已经帮我们争取到机会了。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练习的话，其实是来得及的。可是咱们古典乐社连活动室都没有了，还怎么练习啊？练不好就参加比赛的话，岂不是更难看啊？哎呀，早知道我今年犯太岁，我就不该挑大梁当这个古典乐社长。现在害得大家连活动室都没了，除非天上掉下个免费的既隔音又宽敞的活动室，要不一切都是空谈。哎，
有了。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停。好，下课。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谢谢，再见。小松。啊？哦，找老大吗？他不在。其实我是专程来找你的。那个，我有一个完了不情之请啊。该来的要来了。我在想，就是你能不能？不能。哦，所以连跟你借个场地练个团都不行啊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哎，严科，这边，谢谢，严科。所以你来，就是为了借练习教室啊？对啊，不然你以为呢？没什么。小松，谢谢你啊，这次真的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哎，别客气，都是看老大面子上。再说了，这地儿空着也没什么用。哎，大家有什么需要找我啊？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那个，那我先去上课了。拜拜。这样。我有件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，关于这次表演的曲目，我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那人我还要去训练呢。哎，这样太拼了，身体受得了吗？没办法，我立着军力肉，不然那么失望了。压力太大了吧？你这样别还没登场，自己就先累垮了。小小的身板，大大的力量，我没有问题。来，再喝一口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严科最近在干嘛吗？干嘛？他在琪琪健身房带着那帮古典乐社的排练呢。琪琪健身房？等一下，七哥，你的小提琴在音准上面跟节奏上面都没有问题，可是一开始进的时候会有点太大声了，有点夺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再试一次。好，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？谢谢。一个人练这么晚啊？马上就要比赛了，可是我这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，所以我就想多练一会儿吧。有压力吗？我第一次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，可是我觉得以我现在的成绩来说，不太行。可是你不是曾经说过，扔标枪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吗？是啊，可是我才发现，原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会有苦恼的。那是因为你对自己有期待了。以前的你
只需要专心在享受运动这件事情就好了。可是现在，你想要做得更好，你就会迷失方向。其实就像之前的我一样，在钢琴上面太急于求成了，反而忘记了做音乐的初心。你还记得当时跟我说什么吗？不要想太多啊，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，因为你唯一要超越的，只有你自己。我可以吗？为什么不行？我们都可以啊。听吗？是你啊？是我。怎么这么几天不见我就想我了？我顺路。天天顺路啊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表面上对小熊一往情深，穷追不舍，暗地里朝三暮四，脚踩 N 条船，跟各种女生纠缠不清。你靠近小熊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等会儿，我什么时候暗地里朝三暮四了？我一直都是明着来的呀。再说了，如果我真的不挑嘴，你跟着我，不危险吗？别再跟着我了，当心爱上我。渣男，不要脸。靠！我怎么紧张了？瞅你那点出息，你就不紧张？我有我老婆陪我，紧张什么？你把你老婆给我抱。对不起啊，不给，不能到现场给你加油助威了。给我抱。比赛加油！没事，咱俩换换。你也加油。看个手机都能笑成这样啊！严苛要是来看你比赛，你不得笑得超常发挥？你说真是的，天不随人愿啊！你俩比赛怎么就是同一天呢？虽然不能亲眼看见他比赛，但是没关系，
因为我一想到他也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，觉得浑身充满了干劲儿。是听听。哎，怎么又是犯了错误？我的神器！这不是参赛曲吗？
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这么一个人，你最牵挂的是他，最在意的是他，而在你彷徨无助的时候，给你带来力量的，偏偏也是他。这个人或许近在咫尺，或许遥不可及，但他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了连你都不了解的那个自己。因为这个人的存在，让我们用他的眼睛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你也因此变成了更好的自己。有的镜子里映着与你截然不同的人，但你却能看见你们灵魂底层相似的悸动。有的镜子映衬着与你最熟悉的人，但你却没有发现他内心里细小的变化。而这些镜子又映出了不同的你，每一个你都竞争着生长，意味着走向远方。我说